又来一个盘子，我们就直接说 I want a Birkin， 我有包，你来，大概就背了3-4次吧，然后它就皮就掉了。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爱马仕和我的这10年，我入坑、被坑、退坑、再入坑，最后算是看清的一整个经历。这一次分享会比较长，所以我将分成上下2集。第一集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下一集呢，我会着重的讲一下爱马仕的配货机制，以及为什么它会要求大家去配货，敬请期待。这一次呢，我就会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入坑、出坑的全过程，在经济大萧条的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选择再次入坑？请君入瓮都没有这么好用。然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初我是如何入坑的，是为什么会开始购买爱马仕这个牌子，以及自己第一次去爱马仕店的经历。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最初对爱马仕的印象和概念实际上是通过欲望都市，我相信大多数朋友在我们这种年纪的话都是欲望都市。通过欲望都市我了解到了不同的品牌，那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爱马仕。Samantha 最经典的想要一个铂金包，然后要等上几年的那个经历就是因此我对爱马仕有了一个大致的很模糊的概念，就是它有一个包是 Birkin， 是相当于包中最顶级的，然后你去买那个包是需要排队。大概第一次我自己进店是10年前，甚至可以说是现在仔细算应该有13年了。是有买过不同的其他奢侈品牌的，芬迪、Dior、Chanel 这些品牌都是已经不能说非常了解，但是也是会经常去购买这些品牌。而爱马仕的话，一直是我们会觉得比较成熟的一个牌子，它相对 target 的人群是年长一些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去关注这一类的时尚资讯。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进店的经历。进去之后就第一反应实际上会觉得哇好素。在10年前、13年前，实际上审美的走向是大 logo 更加的张扬，它服务的人群是年纪相对大一点的，是有道理的。它是比较素，然后比较雅的那种样子，它没有很强烈的视觉冲击。然后我们就逛了逛，然后也有看到 H 拖鞋，那时候就看到 H 拖鞋，我朋友还买了一双，就觉得说蛮好看的，也在那个时候相较于其他的品类，它是比较能明显看出这是爱马仕的东西的。然后我们那个销售就说你们还有什么要看的？我们就直接说 I want a Birkin， 然后爱马仕的销售就告诉我们没有包，店里没有包。我们就说这么火吗？我们的第一反应甚至不会想说没有包是假的事情。现在想想还是蛮逗的。一个店里头它最主打的包，就像香奈儿他说他要是没有 CF，你去芬迪他说他没有法棍包，你到迪奥他说他没有马鞍包一样，这是蛮逗的但当时我们就非常的 trusting， 我们非常的相信，就说没有包那怎么办？我们就是想要这个包。那这个销售跟我说的就是有 wait list， 你把你要的给我们放到 wait list 上面，然后我们呢到包了就会跟你联系。我跟我朋友都填了 wish list， 然后就非常开心的回去等包了，一等就是5年，屁都没有，更准确的说是13年，因为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接到一个电话，可能过了1年左右，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 feedback， 没有任何的电话和联系，我就慢慢的觉得说 OK， 有可能大家就是都抢这些包，所以是真的不可能那么轻易的能够排上我们。所以我就跟我的家人说，我跟我妈说我想要铂金包，但是美国这边我的店里面拿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拿到这个包，等的人太多了，我还是一味的认为是等待的人太多了。然后就让我妈妈去在国内的爱马仕店去看一看，看看国内有没有货，是这种情况。我妈实际上也不懂这些东西，但是真的她就是可能
相对于一个可能学生而言，人家销售会更直接的跟你沟通，会更好的去引导你服务。我妈去就说啊，我有这么多的预算，我要买一个铂金包，然后怎么能买到这个包？实际上是这样沟通。后来的确就通过这样子配货，那时候还是不懂配货，就是销售实际上引导说啊，我们现在没有，你可以先看看我们的小皮具，比如钱包啊，或者是丝巾啊、衣服啊、成衣这些，当年也是拿了一系列之后就有配到一个，然后第二支的话，实际上是被我们拒掉了啊，又经历了第二轮配货之后，因为后来就发现，哎，他们家的丝巾还蛮好买的，他们家的成衣很好买，至少当年的成衣是真的，它有那个各种各样丝绸的 print， 然后它做成 T 恤也好，做成一个小的上衣也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是没有说要买包也会去买的产品。然后买完之后，他们就 offer 了一个包，是大象灰的 Birkin， 然后被我们拒掉了，是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说啊，这个颜色好老气。20出头，你根本不会背那个颜色，就会觉得，我这是什么东西，什么颜色？当年也不懂大象灰，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要灰不灰，要棕不棕，怪怪的一个颜色。哦，现在每次想到都觉得好猛哦，就是把一个那么天才应该是很多人的比较 top list 包了，然后就这样子拒掉了。Anyway， 然后这是我在国内的经历，实际上我相当于是被 carry 走的那种状态，我妈是主要去进行购买、进行沟通协作的一方，然后我只是最后决定说，哎，这个包我要不要？他们 offer 之后，然后给我看，我说，这个我喜欢，或这个我不喜欢。就从10年前开始，在拿完我的第一支之后，实际上我就想要一个凯利，觉得有一个 Birkin 了，然后第二支 offer 我也不喜欢，那与其去挤剩下的颜色，更多可能想说，那我拿一支凯利好了，还可以背，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在逛街的时候去慢慢的配货，然后去了解更多的资讯。那记得印象最深的、最多的应该是在 Vegas， 因为 Vegas 有3家店，我人生第一次自己进店去购买爱马仕家的东西，我也不懂说配比，我知道你需要先买点其他的东西，你才能拿到包。但我不明白说哪些是 quota bag， 就是所谓的 BKC 这种你必须配货才能拿的包，哪些不是，哪些就只是甜品包。我并不知道说他们家的包有不同的等级，有衣服，有毯子，有小件的东西，现在实际上记不清具体买了一些什么，就是真的回来是有在用，这一点是好的。就是如果配货是你真正用的东西，我不认为那是配货，所以我蛮不喜欢配货这个词的。当然这样子说实际上也蛮烦人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负担的。就是我的确只想拿一个包，那你不管是否强行去买这些东西，对绝大多数人我认为都是一种负担。可是对我而言，我个人而言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产品，就真的是他们家的丝巾也好，他们的家居用品也好，他们的一些小的配件也好，小的皮具也好，是真的我觉得做工都是一流，而且是可以长久使用的，所以我不认为那是配货。因此我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并没有配货就要拿包，配货就要拿包这个概念，但它的确是有给我不同的包，其中有一个是非常非常鸡肋的一款秀场的包。我现在前端我看到那个包之后，我很喜欢那款包，但是非常非常的难背。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款包的话，它很轻是没错，但它那个链条真的非常的鸡肋。我曾经真的一度想把它的那个链条给拿那个钳子给它剪掉，但是又有很多人说，如果你剪掉，你真的之后想要出手的话，就彻底没有办法，就真的就变成你的一只包了。所以我还在犹豫，我有给它进行一定的改造，但搞不好哪一天我就会给它剪掉，真正就是彻底让它变成我想要的样子。这款包的时候的价格跟 Kelly 的价格是一样的，他们肯定觉得哇，又来一个盘子。
就是我觉得这种信息的不透明化，如何配货，如何去真正的能够拿到想要的包，这些信息不透明化，导致走了很多弯路。包括当年我不知道你需要在一个店铺找固定的一个销售去拿东西才算你所谓的配货额度。我是在不同的店铺，我不管是在 Vegas 还是 LA 还是说在三藩，我会觉得说那不都是我账户吗？因为你在任何其他的品牌，你只要买他们家的东西都会记录在你的账户，只能跟一个销售的这种场景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我也是真的不知道，导致我不管是在网上自己买也好，还是跟不同的销售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店铺买也好，我是买了一堆东西的，但是没有固定在一个销售那里有累积消费到一定的额度，所以一直没有拿到凯利。我是到可能4年前才开始意识到说，哦，我们需要在一个固定的销售，也就是资讯越来越发达之后，应该就是疫情左右，然后我才有足够的资讯。那时候有大批的 YouTuber 不同的时尚博主开始揭露说啊，爱马仕你要怎么去买，就这样子我了解到说你需要在一个 SA 那儿长时间的拿货，然后去跟他建立一定的客户关系啊，然后我就4年前找到了一个固定的 sales， 这个经历非常的不好。Oh my god，就是他是好说话，他表现得非常好说话，他就我有包，就是一直在给我 hint 不同的那种暗示说我有包，你来。他溜了我们，我记得是在我跟他在那里购物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有一次我们去 Vegas 大概4天，就是想说这次我们要拿走一个 Kelly 这样。他4天溜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把我们叫进店里2个小时，不给我要的包。他非常非常的展示他的诚意，给我各种根本我不可能用得到的包。我是一个即使说我现在进到店里，或者当年我走到店里，我不是会背非常 mini 包的人。我知道 mini 包非常火，我也知道很多很多人都在追求他们家的 mini 包。的确这几年5-6年前开始，只要是他们家 mini 包就非常难拿。所以现在回头想 maybe 只是我跟这个销售不合，你懂吗？就是他并不一定是个对我不真诚，只是我真的不是会背 mini 包的人。我也有跟他讲，我说这个东西对我不实用，不是。那我当时到后面他给我溜到，因为真的很磨你的耐性，他每天叫你进去2个小时。我在 Vegas 我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吗？我还要看秀，我还要去玩，我还要去吃好吃的。他每天就是莫名其妙的卡我2个小时，甚至更久，很恼真的那个是已经让我现在想起来就浪费我的时间啊！你有开力你就叫我，你没有开力你叫我干嘛？我认为我现在回头看，不是一个与我契合的销售，他并不知道我的诉求到底是什么。10几年的购物经历就在那一年开始斩断，将近2年的时间，我是没有买这些奢侈品的包。这2年出了香奈儿的25 bag， 然后出了香奈儿的那个 Kelly bag，还出了巴黎世家的那个 Rodeo，实际上说实话都有心动过，但我真的就没有买。我实际上到目前我也没有买。它是我觉得波及到现在那一件事情之后，就那个销售之后，爱马仕的销售事件之后，我就真的就是说我不要再买包了。What's the point？ 它一下子让我从很喜欢时尚、很喜欢奢侈品的这个情况里一下清醒过来。那今年为什么会再次入坑？先说一下我经历了什么，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背后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吧。我跟我的家人去 Vegas 玩，然后我儿子有提到说，他想要一条小丝巾，就他是一个非常喜欢 fashion 的人，然后我就想说，那丝巾的话，要不然去看一下爱马仕吧，因为的确是第一下子跳入脑海里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一条能一直戴，然后爱马仕是我觉得不
不管是从品相也好，还是质地也好，它的 print 也好，它的工艺和艺术性而言，它应该还是行业比较顶尖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去爱马仕看一下。我们进去之后呢，实际上就想直接看，但是没有销售去接我们。那个门口站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我知道那是他们现在的店长，就说你想要就是有看什么吗？我就说我们想要看看丝巾啊，然后看一看首饰啊，这些东西随便看一看。他说好的，我帮你叫一个销售。然后来了一个女性的 sales， 她等了他一小下，大概几分钟而已，是一个很严肃非常谨慎，你不太好从她的脸上看到迎合也好或者任何多的情绪。然后我就想说 anyway 我又不要包，你无所谓的。所以他就说你要看什么？我说我要买丝巾给我的儿子。然后他说好。这时候我觉得还可能他认为我并不是要给小孩买丝巾，而是由头。就是这一段我也有看更多的关于爱马仕的影片，然后就发现好多人就是说要带狗狗去啊，或者要带家人去啊这种。然后就是他们可能也习惯了大家互相之间你套路一下我，我套路一下你，所以就OK。然后他就带我去拉开丝巾的柜子，说这是推力啊，然后这是50×50，这是好像还有70×70，然后这是90最经典的 size。然后我就说小孩子的话还是推力好一点，也比较便宜嘛，说实话。然后他也小小的小孩子，他可以带到很大，然后他可以绑在脖子上，绑在手上，无所谓他怎么去用，更多的变化性。然后他说OK 你选吧。然后我就自己大概看了一下，我又觉得说，因为我是真的是我儿子想要一个作为一个过年的新年礼物，就叫他过来，我说你过来你自己看一下。然后他这时候就是我觉得销售就突然间意识到说他真的是在给这个小孩子买，然后就好像就态度开始慢慢的柔和了起来。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在看，我就想说我妈是天天真正会用丝巾和围巾的人，她天天都在用，因为她太阳过敏，所以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你就拿一条喜欢的吧。反正真的是从来没有说去买过这些给她自己用这样子。她选了一条三角巾，就这样子。然后那个销售就问我说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吗？你想看包吗今天？我就说我并不想看包。我是真心的不想看包，因为我真的是之前的经历太 bitter 了，我只能说之前的经历太痛苦。因为我就是没有想要买包，但是我的家人就很想要看一看包，就想说那他既然提了我们看一看好了。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我就发现说这个销售的态度真的是真正懂得你的需求是什么的销售，以及他会是能够教育我引导我更多认识这个品牌的销售。他会跟我讲品牌的历史，他会跟我讲每一个产品它背后的故事，他真的能够跟我 share 分享，比如说这个颜色是几年出的，然后这个颜色的灵感是以什么花，比如法国的一朵花去产生的灵感所调出来的这个颜色，然后是几年秀场的时候第一次出现，然后现在运用在这个上面。它会有这样的一定的品牌历史和产品历史、产品知识教给我，我觉得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购物体验。因为在我20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会 appreciate 这些东西，我就是包maybe 我拿着是好用，我拿着是炫耀，说我有这个包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我真的是希望我知道我在为什么买单，我掏这么多钱不是只买的品牌溢价或者品牌名字，而是说我在买你的工艺，我在买你的艺术，我在买你的历史和文化。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教我的这些品牌故事。后来他有跟我讲，现在的话 quota bag 就是
只要贴上 Kelly 的名字，像以前 Kelly Dance、Kelly To Go 啊、Kelly Move、Kelly Messenger 是不算在 quota bag 里，现在它都算 quota bag。然后在北美这边的店的话，一年你只能拿一个 Kelly 和一个 Birkin 啊。为什么会有限制 quota bag 的这个原因，就是当然他们产量少，而更多的他是觉得品牌希望更公平，就是不是说有些人去砸钱就能够把他们的库存都拿走，而是每一个真正喜欢品牌的人都可以被分配到包。我是真的觉得很好，我是真的很喜欢跟他一起去合作。我觉得绝大多数会经常购买奢侈品的人，他并不是真正缺这个包，他希望的是一个购物体验，好的一个购物氛围和一个好的产品。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为什么会再次入坑。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成熟之后的审美变化，现在就觉得越简单越好，会越来越少花时间和精力去打理着装，就是希望简简单单但是舒适、得体以及合体，就是什么场合我有什么适当的衣服穿就好了。但是真的不希望是花费大量的精力在穿搭上面，就搭配所谓的时尚搭配，我这一条裤子需要搭那个上衣，然后我再叠一个外套，再叠什么首饰。天哪，我现在想到就好头大，那种会给我更多无形的压力。希望我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尽量的少在这些方面去浪费我的精力和思考。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当然就是整体社会的风格影响。以前就是 logo 风格非常的盛行，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张扬，着重个性、精致、奢侈的那种风格。但是架不住天天审美洗牌啊，就自己穿得太咋呼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利于出行。我觉得整体的社会大家都穿的比较静奢、比较低调、安静的情况下，我在穿着那种特别花也好，特别咋呼的那种感觉，好像每次出去大家都会盯着你看，也不舒服。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大家之所以喜欢静奢，有一种黑暗丛林法则的感觉，就你也就默默的，大家懂的都懂，看到了就是懂的人会说你穿的质地也很好啊，然后是个有品位的人，是个讲究的人。但是你即使放到人群中，不会说哇都是白色的，然后你一点红不想做靶子吧，我觉得。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为什么会再去买爱马仕，就是这个跟当初不买包，就是从爱马仕退坑的原因也一样，我又被其他专柜的销售给得罪了。Oh my god！ 我真的之后可以跟大家出一期这么多年，真的10几20年来见过的各种奇葩销售，我真的觉得某些销售应该回去好好培训培训。特别是另外的原因呢，就是对于品质的追求有所改变。以前真的是觉得不喜欢的话就可以换嘛，所以就一些快时尚啊，一些轻奢的东西。之前有一个包，大概就背了3、4次吧，然后它就皮就掉了。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包，我之所以会记得这么清，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包，但它已经皮掉到就像那个蛇蜕皮的那种感觉一样，你没有办法再背它出去了。另外一点的话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买一个可以用到我很大很大年纪，然后不管说品质也好，或者说它的样式可以让我老了还能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放心的一个选择。第5点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不好的爱马仕销售让我戒断奢侈品1、2年，对其进行了一次我觉得换血式的祛魅，改变了我的消费习惯。所以现在我基本上不会去瞎胡买东西，那就更想说我要买的话，因为买的少，那我就希望我买的品质是最好的。第6点，也就是我觉得经济环境不好吧，
然后一个概念上保值的品牌，买起来也貌似更安心一点，就感觉跟这2年老铺黄金的那个成功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有观众想听，我会再开一期跟大家讲讲老铺的商业布局以及成功背后的底层逻辑。我发现这一集我已经埋了好多坑哦，要填的坑有一点多。总结下来呢，我其实一直是觉得自己不够会买，是自己没有配好，是自己不懂规则。但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买包这么简单。我后来反应过来是一个系统，你知道吗？下期我跟大家讲讲为什么配货越配越上头，为什么有人知道这个不合理还停不下来，爱马仕究竟在调动我们哪一种人性。